中国古人深信天地人三位一体，认为山川草木皆有灵性。在古代，许多修行者会寻访蕴含天地灵气的高山大川，在其中潜心修炼，吸收日月精华，以期悟道。这看似是玄妙的传说，但近代科学的研究却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确实具有能量的差异。一个惊人的发现是，过去被全球灵修人士奉为能量圣地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瑟多纳市 Sedona， 其能量场可能并非地球最强。一位常年研究大地能量的荷兰科学家亚伯，在一次访台之旅中，用他惯用的探测棒惊讶地证实，台湾这座岛屿从南到北普遍蕴含着比瑟多纳更为强大、更为深厚的土地能量。亚伯的发现并非空谈，他用物理探测的方式给出了具体的数据。他发现，光是台北市的几处公园，土地能量就已十分惊人。例如，大安森林公园与荣兴花园都测出了约5000公尺的能量值半径，这意味着大地深处的能量能以这个范围向外发散，人们只要身处其中，就能免费享受到高能量的滋养。而最令人震撼的是南港公园，其能量值半径竟然高达16000公尺。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亚伯解释，在他常年研究的德国、比利时、东非、秘鲁等10多个国家中，能量值普遍不高。他的家乡荷兰约为2500公尺，而闻名遐迩的美国瑟多纳市也仅约4000公尺。但在台湾阳明山的竹子湖、新竹北埔的一处有机农场，其能量值半径竟高达5500公尺。简单来说，在南港公园待上1小时所能吸收的大地精华，其效果甚至可能胜过在一般森林里做1整天的森林浴。这项发现也得到了一些台湾本土专家的呼应。长期从事单道研究的中研院文哲所教授李丰茂指出，用探测棒或类似工具寻找水源、矿脉或能量的方法，在中国自古就有。修行人也确实偏爱到能量强的地方练功。中华技术学院生物科技中心的杨乃燕教授也拿出老祖宗所用的寻龙尺，其原理与亚伯的探测棒几乎一样。他感叹，现代人过于迷信所谓的科技知识，反而失去了与大自然连结的本能。有趣的是，当中国地理风水协会理事长张旭初带着风水师专用的罗盘到南港公园测试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他表示，罗盘在这里摇晃的幅度完全不一样，指针感受到强烈的能量，剧烈地摇来摇去。这一块能量最旺的地方就在靠近公园篮球场的那片草地。其实，绝大部分的动物都还保有与大地连结的本能，它们能在地震或海啸来临前感知到讯息并迅速逃命，而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在文明的进程中逐渐失去了这种自我疗愈与感知危险的原始能力。那么
台湾土地的高能量究竟从何而来？从地球物理学的角度看，地球表面由轻而厚的大陆板块与重而薄的海洋板块构成，台湾恰好位于欧亚大陆板块与菲律宾海洋板块的剧烈挤压碰撞带。这个强大的应力区在地底深处累积了难以估量的巨大能量，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地能源库。巧合的是，这个位置正处于整个地球太极能量场的枢纽中心。而从一个更深的灵性层次来看，这股强大的物理能量仅仅是外在的显现。台湾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在无形的地球能量网格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多维门户与灵魂中继站的角色。这意味着什么？首先，它是一个连接古老记忆与星际轨道的节点，这里的能量场同时储存着远古时期亚特兰提斯文明的记忆，并与来自昴宿星、天狼星及银河核心的能量轨道交汇。因此，许多来自高维度的灵魂会选择在台湾转生，作为他们在地球旅程的灵魂初始化站。这里的地磁与气场像一座天然的灵性记忆方舟，极其适合储存那些需要被带到地球的记忆种子。其次，台湾是高密度光行者的诞生地，这些灵魂行者的降生不只出现在人群里，也深深地烙印在山水之间。中央山脉与玉山山脉，这条台湾的脊梁如同高频灵魂降生的守门人，许多带着先知或守护者使命的灵魂，其能量印记都与这条山脉紧密相连。南投至嘉义一带，这片区域承载着非常古老的光场脉动，是许多天生的疗愈者与能在黑暗中工作的夜行者的故乡。东海岸与花东纵谷，这里是讯息的通道，许多天生能与自然沟通、下载宇宙讯息的通灵者，都与这片山海的频率高度共振。特别是从2020年开始，有一批新的灵魂批次从昴宿星、织女星、天狼星、安塔瑞斯星等星系降临到台湾。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带有以下鲜明的特征：一、对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感到极端的格格不入，从小就彷彿自带一套内在的疗愈系统。二、对声音频率、光影变化、梦境讯息与大自然的能量流动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三、他们的人生目标往往不是追求世俗的成功与社会认可，而是内心深处有一股强烈的渴望，想要修复这个世界，疗愈土地与人心。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光行者或星际种子，他们彼此吸引，像是暗夜中的灯塔，在因缘聚合时会用各自的方式为彼此点亮前行的道路。这片土地的未来能量也将朝着净化与转化的方向演进。地球的能量网格会启动自我疗愈，引导光、水、风等元素的力量来冲刷和溶解人类活动残留的低频能量。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当集体意识越来越多地
选择回归内在，亲近自然，寻求灵性成长时，这本身就是一股最强大的正面能量，能将台湾的能量场转变为一个向世界发射和平与疗愈频率的光之岛。能量医学会创会理事长钟杰曾以磁场的角度解释，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磁场，而人或万物也各自拥有其磁场。只要我们懂得方法，让个人的小磁场与地球的大磁场充分结合，同频共振，那么提升自我的力量其实并不困难。虽然许多台湾民众习惯透过森林浴或气功等方式来吸收自然的能量，但人们可能不知道，要真正吸收对身心有益的好能量，还需要懂得挑选那些充满正面能量且符合个人需求的地点。荷兰科学家亚伯也特别提醒，人类对土地的伤害以及电磁设备的过度使用，都会严重破坏大地蕴含的原始能量。这正是为什么它在许多高度开发的西欧国家所测得的能量值半径仅有1000公尺左右的原因。他认为，台湾之所以能保有如此高强度的能量，其特殊的地形地脉以及中央山脉所富含的原始森林资源，是两个最主要的关键。在西方的新时代思潮引领下，特别是2012年之后，随着地球进入一个更高振动频率的时空场，或称第4、第5次元，人类的集体意识也开始逐渐从过去纯粹的物质追求，转向更深层的灵性与精神进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圣地将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因为它能为人们的内在转化提供强大的能量支持。而台湾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能量特质，许多能量圣地将一一被发现或重新激活。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修行者、灵性探索者被吸引而来。身为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更应该懂得这份福气，并加倍珍惜。亚伯的发现不只是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讯息，更重要的是，他提醒我们，在尝试与大自然能量结合前，必须先懂得爱护这块土地，并试着透过静心修养，找回我们与天地连结的原始本能。明白了这一切，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便浮现了：身为生活在这片得天独厚土地上的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好这股能量呢？这股能量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也不是少数修行人的专利，它像空气和阳光一样，无私地给予每一个生活在此地的人。利用它的方法，不在于学习什么复杂的仪式或高深的法门，而在于回归最简单、最原始的本能。以下提供4个由浅入深、人人可行的步骤，帮助你与这片土地的能量重新连结。第一步，心态的校准，从知福与惜福开始。利用能量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心态的转变。当你了解到自己脚下的土地如此特别时，一种发自内心的珍惜与感恩，就是最强的能量共振器。这份知福、惜福的心，
会立刻调整你的个人频率，让你从一个无感的使用者转变为一个充满敬意的连结者。当你走在公园里，踩在草地上，心中不再只是想着散步，而是带着一份觉知。我知道我正走在一片充满生命力的能量场上。光是这个念头的转变，就足以让你开始接收到不同的能量讯息。感恩是开启一切能量连结的万能钥匙。第二步，身体的连结，练习最朴实的接地气 earthing。 接地气是近年来在身心灵领域非常流行的词汇，但它的原理却无比古老。简单来说，就是让你的身体，特别是脚底，直接与大地接触。找一个干净安全的草地、泥土地或沙滩，脱下你的鞋袜，用双脚的脚底板实实在在地踩在上面。如何做？每天花15到20分钟，赤脚站在或行走在土地上。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可以用双手触摸大树的树干，或者仅仅是坐在草地上。为何有效？从科学角度看，地球表面带有大量的自由电子负电，而现代人因穿着胶底鞋，生活在高楼中，体内往往累积了过多的正电，来自压力、发炎、电磁波等。赤脚接触大地，能让地球的负电子流向人体，中和掉有害的正电。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和抗发炎过程。从能量角度看，人的脚底有着重要的穴位，如涌泉穴，是人体浊气排出的通道，也是吸收大地能量的入口。接地气就是再做一次最直接的能量交换，将你体内的病气、浊气、压力等负能量释放到大地母亲的怀抱中，让它为你转化，同时从大地中吸取最稳定、最滋养、最厚重的地气，来稳固你的能量场。特别是在像南港公园这样的高能量地点进行，效果更是事半功倍。第三步，意识的专注，在高能量点进行大地冥想。当你已经学会接地气，就可以进入更深一层的连结，有意识地与大地能量互动。找一个让你感觉舒服的高能量地点，如前文提到的公园，用接地气的方式坐下或站立，闭上眼睛，进行简单的大地冥想。简易冥想引导，用鼻子深深的、缓慢的吸气，想象金色的、温暖的大地能量从你的脚底或接触土地的身体部位涌入，沿着你的脊椎缓缓上升，充满你的全身。用嘴巴轻轻的、彻底的呼气，想象体内所有灰色的、沉重的疲惫、烦恼、病气都顺着你的双腿，从脚底深深地排入大地之母的怀抱，让它为你净化这一切。重复这个呼吸，吸入滋养，呼出浊气。不需要刻意追求无念，只需要专注在这一呼一吸的能量交换上。几分钟后，当你感觉身心变得沉静，可以在心中对这片土地说一声谢谢你，然后慢慢睁开眼睛。
这个简单的冥想能极大地增强你与土地能量的连结效率，让你在短时间内完成一次深度的身心充电与净化。第4步，使命的践行，用爱与感谢成为行走的能量节点。当你透过以上步骤亲身体会到大地能量带给你的疗愈与平静后，你自然会进入第4个阶段。这不再是单纯的索取能量，而是开始共振与回馈。你开始明白自己也是这片土地能量场的一部分，你个人的心念与情绪会直接影响周遭的能量环境，因此你会自发地想要去保护这片土地，你会在生活中践行环保，你会用更良善、更平和的心去对待身边的人。当你在一个地方练习接地气与冥想，你所散发出的平静与感谢的频率同样会滋养那片土地，你就成了一个小小的行走的能量节点。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意识地这样做时，我们的集体意识就在共同提升这座岛屿的整体能量频率。这便是回应那些来自星际的灵魂使命，参与到光之岛建设中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利用这股能量最好的方式，最终是让自己也成为这股正向能量的一部分，去疗愈自己，也照亮他人。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深爱台湾。愿你我都能成为守护这片光之岛的一个温暖而明亮的光点。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